各位线上读书会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君，很高兴在这个频道与大家相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好心好愿转好命。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好命，从这个题目往回推，就是要有好愿，然后要有好心。可是我们的心真的有力量吗？我想从几个我们的宗教来看，比如说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都是由心发出的。那佛教说一切唯心造，而上人则是说温室效应来自于心室效应。也听过净空法师的开示，他说为什么现在地球越来越热，就是火大，地水火风的火大，而这个火大的话是人的嗔恨心引起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心念也会影响到这地球的状况，所以也印证上人说的温室效应来自于心室效应。而证严上人在每一次开示后都会说3个字：多用心。除了上人说的这个用心就是静心之外我个人的解读就是这个就是心，就是好的心我们就要常常使用，包括我们的爱心、慈心是道场的慈心、慈悲心、同理心、菩提心、清净心，还有信心。这个信心非常重要，因为国父孙中山就说：无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无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意亦无收效之期。当然还有我们常说的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好，这都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心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想透过一些科学的角度来谈我们的心念。先说一个玩具好了，有一个叫做意念玩具组，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9年前我去北加州分享主持，11天有26场演讲主持，加上电视媒体的访问。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就知道出了一个意念玩具组，那我觉得很有趣。那在台湾可能当时购买不是那么方便，我就请美国的师兄师姐我们的南慧师兄还有佳音师姐帮我在美国买，然后我在美国就可以带回台湾。然后这个演讲，我只要演讲是好心好愿转好命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带动大家一起玩玩看这个意念玩具组。这个意念玩具组我稍微说明一下，它就是在头会带了一个扫描器，那个扫描器会扫描你的脑波，就是当人紧张或是放松的时候，我们会有阿法波、贝塔波的差别。那个玩具就会扫描你的脑波，看是属于阿法波还是贝塔波，然后这个波不同的时候，那个玩具就会有一个风扇，会把那个一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一个球把它吹起来，然后还会有一个旋钮，然后你去旋钮的话，就可以让那个球漂浮在空中，然后转一圈，甚至你可以控制高低，就通过你的意念的集中、放松、集中、放松，然后就可以控制那个球的高度，然后用手转控制它的方向，然后绕一圈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当时差不多是$100，这9年前的事情所以你看有没有意念影响力？意念现在都可以变一个玩具了。好，这是一个美国研发的一个意念玩具组。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小玩具越来越多，包括还有人研发那个猫耳朵，就是说那个当你心情好或心情不好的时候，猫耳朵可能会竖立起来、倒下来，或是缓缓的移动，好，就可以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那之前我还看过新闻，就是说有一个航空公司研发一个意念毛毯，就是当你盖着毛毯的时候，它可以感知你的脑波，然后知道你现在是很放松还是很紧张，空姐就知道你此时此刻的心情。那甚至在几年前的那个科技展，那还有研发出一个东西是意念写书法。那我想很多人对于书法是望而生畏那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字写得很好看，可是有些人就是那个字写出来就是歪七扭八的可是现在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意念拿去写书法。那很多很有趣的发明，甚至还有人研究说一部电影就是你可以透过在场所有的观众的意念决定它是要有好的结局还是有不好的结局，比如说让这个男女主角分开呢，还是要在一起等等，可以透过在电影院当中所有人的集体意识去改变那个电影的结局。
那这个当然是透过科技啊，但我想，以慈济来说，我想透过几个故事来跟他分享。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观念能不能改变。我举一个例子，在2008年，我认识一个师兄叫刘文昌师兄哦，那他就过世了。那他很安详的离开，就早上起来，然后没有多久觉得有点累，然后回到房间再休息，就很无声无息的就离开了世间。那当时他才60岁。那我第一个念头说，他在慈济做这么多的事情，付出了这么多，怎么这么年轻就离开了？当时我第一个念头是这样，可是慢慢回想他的故事后，我就不会这样想了，因为其实我跟他认识非常久，那跟他也非常非常的熟识。那因为他加入慈济之后有很大的改变，原来他以前非常爱喝酒，喝到肝坏掉了，医生说大概只剩3-4个月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万念俱灰啊，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他接触了慈济，然后接触了很多上人说的道理，然后开始戒烟戒酒，改变观念，去付出，去当志工，然后一直投入，到后来延寿了将近30年。所以这样想的话，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不是这么年轻就往生，而是因为他转念，让他自己多了将近30年的寿命。我再说一个他的故事。他本身个头非常娇小，那其实有点自卑。他是做油漆的，那所以以前车上常会拿可能棍棒，就是万一跟人家遇到冲突的时候，怕被别人看不起，他就可能会拿棍棒去跟人家吵架，壮大自己的声势。可后来加入慈济之后，他的观念就不一样喽。他有一次就不小心跟人家在路上有一些小小的冲突，然后后来他就跟对方赔不是。然后后来就是在停红灯的时候又遇到对方，然后他摇下车窗就跟他笑笑的说：“先生，我今天运气真好，碰到你这个骑车技术这么棒的人。如果我遇到别人，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对方被他这么一讲，他也觉得很讶异，怎么有个人会这样子对他哈？所以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观念之间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再说一个故事，是卢苏伟。其实我跟他也认识非常久的时间。早年我参加慈青的时候，他常来慈济的营队演讲，那认识他到现在20多年了。甚至我到金门当兵的时候，他那时候到金门演讲，还来干训班找我。那其实卢苏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因为他小时候得到脑膜炎，然后头脑烧坏了，所以他智商只有70。他自己说他是笨蛋，这不是我说的哦，是他自己说的哦。好，他就是被外界都不看好，什么都不会，然后甚至他每一次考试就0分、0分、0分，然后考0分的时候，然后他的老师还跟他说：“卢书伟，你把这个鸭蛋捧回去给你妈妈煮。”他真的以为那个0分的0是鸭蛋呢，然后就把那个考卷啊拿回去给他的妈妈。即使他是这么的笨，好，我再次强调，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哈。可是父母对他总是有鼓励，而且重要的是，他的父母对他没有任何的期望。在这样没有任何的期望之下，他有一点点的进步，好，大家都会给他很大很大的鼓励。甚至他的爸爸非常难得哈，因为有一次，那卢书伟又考0分，哇，他老师非常生气啊，气到说：“你是猪啊！”说骂他猪还不够哦，他说：“你是脑震荡的猪啊！”哇，他其实也不太懂，他还问那个老师说：“嘿嘿，老师，你说的是黑猪还白猪？”老师更气啊，说：“怎么会有一个学生笨成这样子？”那后来他的爸爸知道了，然后他的爸爸说：“没关系，就算你是猪，我也相信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猪。”所以虽然他那么的笨，可是从小到大，他得到父母很多的赞美。甚至他到考小学4年级，才终于有一次考试拿到分哦。之前都是0分，他爸爸都鼓励他，这嘛是5分呐，0分也是有分呐，哈。然后后来到小学4年级，终于有一次考卷考到10分，哇，他的妈妈好高兴，因为他的儿子从1年级到4年级之前从来没有拿过有分的，就超过0分的考卷，所以他妈妈好高兴，就拿着他那个10分的考卷，在他村庄里面炫耀：“我囝考10分啊啦，我囝考10分啊啦。”我想一般人大概很难想象那个场景，既然有一个人会拿自己10分的考卷去跟邻居炫耀，就隔壁是他的村长太太
儿子是学霸，那成绩非常好啊，好，几乎都是考100分。然后他说考10分，好，就有点瞧不起，说考10分还要拿来炫耀。他就把他儿子叫出来，叫他儿子把那一天的考卷拿出来。你看，我囝100分，100分，100分，那高10分，哇！这一科竟然没有考100分，是90分，他的妈妈就很生气哦，说你乖，就少1分打一下。好，所以那个考了可能是390分的同学啊，被打10下，结果这个加起来考10分的卢书伟，因为第一次考到5分嘛，所以他妈妈给他吃鸡腿。那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一个考10分的得到了奖赏，一个考可能390或490分的却挨打。好，所以其实父母的态度真的决定着孩子的一生。好，那卢书伟其实后来他是一个潜能大师哦，一年大概200多场演讲，也出了很多很多的书哦。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啊，孩子不会什么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会什么。还有另一句话说啊，孩子做错了什么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他做对了什么。好，我觉得这句话，我觉得值得给很多父母来思考。就像很多人对自己的子女说啊，你怎么考90分？好，为什么你没有考到100分？可是有些父母就会说，不错啊，这代表你这个内容你已经知道了90%，你只要再把另外10%学到了啊，你就懂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教育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哈。那我再说一个卢书伟的故事。他有一次他的车子不小心停到邻居家的前面，那前面就有类似写告示，就说这边不能停车啊。可是他就停了，停在那边。后来要去开车的时候，发现他的轮胎好像被刺破吧，还是被放弃等等之类的。他知道一定是这个邻居做的，所以他去按门铃。就邻居，然后一打开门看到他，就说那不是我用的。那卢书伟当然知道是他，然后就跟他说：“我不是要来怪你，我是要谢谢你，跟你说对不起的。好，不好意思，我没有注意到临时停到你的家。好，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就后来没有想到2个人相谈甚欢呢。那后来那个邻居还邀请卢书伟到家里面去泡茶，后来变成好朋友，还跟卢书伟说：“没关系，将来你有任何需要要停我家前面，随时欢迎你。”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句话。化解恶缘结善缘，这就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好，其实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命运。那我们再来从科学角度来看哈，其实现在科学的研发越来越能够透过我们的心念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电脑，现在比如说有双核心电脑、4核心电脑、什么8核心电脑，这些都不稀奇。Intel 还发明了读心电脑啊，就是说，可以知道你的心思。事实上，很多很多的机构都有类似这样的研究哈，说不定好，目前可能还没有研发出来，说不定以后就是你想说，你几点起床要坐什么车，然后你可能开门，计程车就到你家的门口，你可能脑中想什么，然后机器就可以判读你的意念，一篇文稿就出来，也不一定。好，这个是现在科技的发明。那我们来看成功大学把那个 fMRI 就是功能性的磁振造影用在脑波的显影然后他就研发出一个东西，什么？希望可以找出逃漏税的高危险群。这是成功大学的研发。那我再说几个我曾经播过的新闻那大概是10多年前吧，就是猴子，他们把猴子绑住。好像是把猴子绑住，还是猴子的四肢因为意外截肢，我忘了反正就是猴子的手是不能动的，或是没有手的。然后他在脑部植入一个电极，可以判读那个猴子的脑波，然后猴子可以透过他的手去拿东西。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不容易因为你想想看，那个要拿东西，前后要对齐，左右要对准，上下也要抓到定位，你才能真的拿到东西可是后来猴子经过1次2次的试验，结果怎么样？真的可以好，它真的可以透过它的意念，然后去控制那个机械手臂，好去拿东西，去拿香蕉来吃。好，所以这个都是10多年前我曾经播过的新闻，就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进展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念力：让脑波直接操控机器的新科技新世界》。
那作者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顶尖科学家，叫尼可列利斯。他介绍一个是脑机界面，就是猴子啊，一样是利用猴子然后就是做实验，然后他用猴子的脑波，各位你相信吗？他可以操控几百公里外的机械手臂，几百公里外的机械人。好，这个是已经都科学研发出来的所以就是因为猴子实验成功，所以现在就是在人的实验上也非常的多。好，包括瘫痪的妇人用脑可以控制机械手臂，因为有一些人他瘫痪了，或者说没有手臂，现在就透过科技可以让这些瘫痪的人他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甚至在瘫痪的妇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拿咖啡来喝，那个都要非常精准的。好，不然你看你一不小心可能就烫到自己了。然后甚至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可以让机械手臂穿针引线，所以你看科技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还有就是意念控制仿生腿，可以爬103层的高楼。这是在之前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爬高楼比赛，就有人是用他的，因为他没有脚，所以用这个意念仿生腿，用他的意念去控制他的脚，然后爬上了一个高楼。那我们再来看台湾的研究台湾的阳明大学呢，还有跟中央大学做了一个研究，就是眼力加念力，然后就可以去遥控病床。我们知道现在医院大概都是电动病床嘛，以后可能电动病床都有点落伍了。好，以后可是念力病床，就是你只要透过眼力去看着那个荧幕上的一些指示，加上你的念力，好，你就可以控制这个病床。我记得当时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则新闻，好像这个界面好像，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4500块吧。这是中央大学跟阳明大学的研发。好，另外我再说几个例子那其实人的能力，人真的有无限的潜能，真的有无限的可能。比如说我看过很多一些研究，包括舌头可以传影像，当盲人的眼睛。好，这个可能大家觉得稀奇怪异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影集叫摩根·费里曼，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美国的演员，很有名的演员。他主持了一系列的科学节目，叫《摩根·费里曼之穿越虫洞》。有一集介绍第六感，就他发现其实有一些盲人，他的盲眼是可以看见东西的。他的实验怎么做？请一个盲人坐在这边，比如说他的左眼是看不到的，右眼是看得到的，然后它中间有个隔板，那个隔板两边的萤幕秀出来的图样是不一样。比如说右边眼睛看得到的那个萤幕是一个扑克脸，就是没有任何的表情。可是左边隔板呢，那个萤幕秀出来是可能有在笑，可能有在哭。然后他就看这个盲人，有一眼盲的盲人他的表情，就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他发现就是当左边的萤幕如果出现了笑脸，他那个就是受试者的那个脸部的肌肉跟着动，然后如果是哭脸，他脸部也有改变，就甚至他会跟着模仿。也就是说，透过一种某某的机制，就他其实是看得到的。所以他访问的这位科学家，他说他相信有第六感。因为我们人类的那个对人类的研究，其实现在科学还是非常的有限。那我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像很多双胞胎都有心灵感应。好，那我想应该很多这样的例子，当然不见得每个都有，但的确很多双胞胎有这样的心灵感应。那还有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也很有趣他说谈恋爱的人有第六感，脑科学家证实真的，那种谈恋爱的人真的有第六感大脑似乎会一同运作就算没有接触，神经系统也能够协调运作。但我后来自己做了一个刮胡，我说可能结婚后就没了。好，所以至少证实谈恋爱的人真的是有第六感这个都是科学证实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就是美国巴西老鼠有心电感应，他们当然是各植入晶片，透过科技的连线可以千里传讯，相隔几千公里我必须说，这些我说的都是已经科学研发出来的东西然后美军呢研发头盔，比如说两个人可能相隔好几百公尺，或者有中间间隔他那个头盔可以彼此通话，透过意念就把你的意念传输过去。这是美军的一个会读意识的一个头盔。
那渐冻女，我们都要渐冻女，她行动不方便。像我们之前台湾有几位渐冻人是用眼睛眨眼，然后写书。那但是事实上，现在透过科技的帮助，渐冻女可以作画。那说到这个的话，我们都可以想到那个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就是霍金，英国的科学家霍金哈，他被称为大概是爱因斯坦之后大概最聪明的一位科学家。那在他之前已经往生了，那就是科学家就研发可以读到这个霍金脑波的一个机器，所以以后啊，就是我们透过这些科技的帮助，我们的脑波，我们在想什么，可能会转换为文字。那再来跟大家分享，请问各位，植物人有没有意识？好，一般人说当然没有啊，植物人怎么会有意识？其实现在透过很多科学的研究发现，植物人是有意识的，植物人可以透过脑波对话，甚至他会说我没有疼痛。好，这个都是将来植物人说不定透过现在科技的发展是可以沟通的。当然这边也要岔开一个话题哈，就是说植物人跟脑死是不一样的。脑死是脑干出了问题，基本上几天内一定会死亡，所以植物人的话他可能可以活很久很久。所以很多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家人遇到脑死，那可能社工或器官捐赠协调护理师要跟他劝募的时候，他会说我的小孩或我的家人还有希望，你看那个植物人可以活很久，那个是不一样的。好，我想刚好提到植物人，就跟大家分享，其实脑死跟植物人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叫《旷野的声音》，它是一个美国的医生在跟一群澳洲的原住民横越沙漠的一个故事哈。里面有一段内容我印象非常深刻。简单来说，就是有一次他们要出发的时候，他们部落的一个人就先出发去做一些任务，然后他们后来大队人马才出发。就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大家都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那个长老就跪在地上，然后就好像在听什么东西，然后双手稍微的摆动。然后那个美国的女医师啊，就问旁边是在做什么。她说：“你先不要讲话。”然后结果一段时间之后，他帮忙做翻译。他说啊，原先出发的那个人啊，他在半路上喝到了不干净的水，发烧了。他背了一个袋鼠要回来，可是因为他不舒服背不动，请求那个长老啊，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尾巴切掉？因为那尾巴非常非常重啊，他背不动，所以他透过讯息这样回来。而那个距离大概有30公里、20里、30公里、32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长度。哇，那个美国女医师吓呆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他们的部族的人回来，真的那个袋鼠没有尾巴好，他们就觉得好惊讶哦，然后就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可是后来换这个原住民，他们之前去过澳洲的都市啊，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他说：“怎么可能？你们可以投硬币下去就可以打电话？”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在这个真人部落里面，他们都靠心电感应。那是这个美国医师他亲眼见证。他说不是亲眼见证的话，他不可能相信啊。好，然后所以他说啊，就是人类互相残杀，不相信有人可以毫无种族的偏见，也不相信这些人可以相互的扶持和谐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够心电感应？因为他们不撒谎，不捏造事实或歪曲事实，也不睁眼说瞎话，没有要隐瞒的，不怕敞开心灵，所以接纳和互相提供各种讯息。好，这个是一个真人部落在旷野的声音当中记录的一段故事。我再说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志工的故事哈，他是美国洛杉矶志工，叫吴贵雄。那因为我去美国北加州演讲的时候认识他哈，然后那时候他说了一个他以前的故事，就他以前是当狱官当排长，就他们的排就是有一次食物中毒，然后他最严重，然后甚至严重到四肢不能动，好，就是状况越来越糟，然后他觉得自己可能完蛋了，可能不久于人世，万念俱灰，万缘放下。结果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时候他出现了一些感应。什么感应？就是他说啊，当他四肢都不能动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些感应，就是他的连长只要来看他，他就知道
12分钟后他的连长就到，因为这个车程就骑车的车程就12分钟，好几次都是这样。所以，但是当他慢慢恢复，肢体可以开始动，那个能力就消失了。好，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我家人有一位家人哈，那他也有一点点这样的功能，就是有一些人快往生前，他只要站在他旁边，他就会头晕。好几个例子都是如此啊，还有我爸爸干妹的女儿，在9·2地震的时候，那时候我去他们家跟他聊，他说那一阵子只要地震前半个小时，他都可以感应到。那所以你说有没有神通？我相信有。各位您有，我也有，只是我们被无名障蔽。好，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神秀大师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好，所以有没有神通？我相信有，但是神通无助于我们解脱生死啊，所以那个不是我们修行真的要去追求的。而上人其实上人对神通的解释就非常开阔，比如上人说天耳通，上人说如果我们能够远离烦恼杂念和不清净的言语，把是非转为佛法当作教育，就是天耳通。如果我们能够看开世界事物，不去计较争执，就有天眼通。那如果我们能够秉持光明正大的心，诚正待人接物，世界的路条条走得通，就是神足通。那我们抱着坦诚的心意去体谅他人，为他人设想，他人对我们没有任何的隐瞒，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思啊，这就是什么通？他心通。那想知道过去未来，现在就能一清二楚。相信各位也听过一句话，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所以我们也都有宿命通。那上人说无漏通呢，就是学佛不要妄求神通最重要的是能够断尽烦恼，接受佛法后能够身体力行，能够发挥菩萨的精神。所以我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你看上人的言行身教，改变了无数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让人斋戒护身大忏悔，让人戒毒戒酒戒烟戒槟榔戒肉，放下脾气，广结善缘，让原本吃喝玩乐的人愿意奉献社会。所以慈济在许多国家都发挥安邦定国的力量。所以你说上人有没有神通？我相信有，因为我说过，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神通。但是上人的神通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子，而是他真能够改变一个人。好，所以你知道别人想法，那不是最厉害。你能改变别人的想法，那才是最厉害。而上人改变了多少人，改变了多少家庭，改变了多少社会。我想这样的一个神通其实才有意义。不然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有神通却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那有什么用呢？不如一个没有神通的人可以去帮助人群，改变社会，那个才是真正的有用。而且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一个故事。我们的基语师兄慈露师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就慈露师姐之前就是身体不舒服，然后那时候就找了一位很有名的通灵人叫冯冯居士，那时候在加拿大，然后那时候就打电话去加拿大，然后说他的状况之后，冯居士说：“那我给你开药。”他感应到他身体的状况，然后开药之后，然后就请他试试看，就那一阵子癌症指数真的下降可是吃没有多久，癌症指数又上升了。那冯居士又打电话去问嘛，他说：“那我也没办法，因为这个药不能吃太多。好，我有这个神通，但我也没办法，所以神通不敌业力啊。”然后，所以上人说，其实很多人都说，上人你能不能帮我加持啊？那上人说，如果我帮你加持，你的病就会好，就不用盖慈济医院了。所以后来慈露师姐就是有一次跟基语师兄见上人，上人说慈露师姐，你自己的病，你要相信在马来西亚所做的，你能够自己救自己。所以后来去在医院做了治疗，癌症指数就下降，然后就恢复了健康。好，所以有没有神通？我相信有，但神通不敌业力，包括阿难。好，我相信各位也都知道阿难的故事。但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就是9·2地震前，1999年8月17号，土耳其发生大地震。那个时候，上人就呼吁大家要爱心动起来，用大爱化解大难。那时候大家也听不懂那上人也
那一阵子一直说，像土耳其这样的灾难在台湾不是不可能发生哦，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爱心启发起来。所以那一次是慈济第一次，所有包括志业体的校长啊、院长、医院的院长，通通走上街头去劝募，全世界动员。好，没有想到921后来发生了大地震。那我们慈济志工总督导黄思贤师兄就说，那一天晚上他刚好在精舍，然后上921地震发生后，然后上人出来，思贤师兄在旁边，上人就说了一句话：怎么会这么快？所以事实上，上人在公开场合的开示就有说，在土耳其大地震发生后，上人就觉得心非常不安，所以就希望透过凝聚大家的爱心，于善破千灾。好，所以我想重要的是这样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再跟大家分享2016年的佛诞节那天，我刚好就在花莲的静思堂，只是我没有看到，但后来我看到很多照片，就是那一天的佛诞节，慈济的浴佛大典，就在花莲静思堂前面的浴佛大典出现了一个祥云。那个祥云啊，就是真的很像一尊菩萨在佛陀洒净土的那个祥云哈。那我也在场，只是我没有拍到，我也没有看到，因为我来的时间比较晚哈。那我们有一位师兄非常有智慧，他在脸书上就有 po 了一段文字，他说其实30年前慈济周年庆活动静思堂上方也有莲花香云盖，哇，大家就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不可思议的神机啊、神力啊，然后就加印啊，一句一句要把这个照片洗出来啊。就上人知道后，上人怎么做？没收底片，就把这个底片没收了。因为上人从来不说神奇怪异的事情哈。那我自己看的那个照片，真的很像佛陀或菩萨，真的很像，我觉得真的很像。但我觉得在慈济不是要我们去着相，我自己的解释啊是说，那一天在这个云朵下方，就是我们静思堂前面的广场，有3000人，好，当然上人也在哈，带领我们静思精舍的法师，还有3000位人间菩萨，凝聚爱心跟善念，祈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大家虔诚的发愿，要利益人群，而这样的殊胜超越了祥云啊，我们看到的那个祥云啊。那慈济在2016年当时的浴佛有30多个国家，将近30万人参加，大家虔诚的祈祷发愿，当下就是净土。而菩萨云来集，从各个地方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浴佛大典、浴佛典礼，让社会更祥和。好，这是我对祥云的解释，就是菩萨云来集，让社会更祥和。这样的意义比所谓的祥云其实更有意义哈。所以，与其抬头啊去看看天空有没有什么祥云，不如自己变祥云。烈日下给人清凉，给人欢喜希望。我们要感恩这朵祥云庄严道场，带给大家法喜。但这形状不过是巧合而已。像我自己很喜欢拍照，尤其我很喜欢看天气的变化，就会觉得说，其实那个云真的是千变万化。有时候真的看那个云哈，真的会觉得好像，真的像某东西啊，可能像狗啊，像卡通人物等等啊。所以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不用着相。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科学的实验，很有趣啊。有一次《念力》这本书啊，就非常大卖。就有一次有一个好几百位两岸大学生的交流活动啊，那个活动人员就带了一个游戏，他就请大家啊，这个拳呐，然后放在这个手掌上，然后心中默念，手指变长，手指变长，手指变长，然后再把它张开，有没有变长？不可思议耶，真的变长嘞！然后现在很多大学的校长都觉得哇，他真的发现那真的变长嘞。所以有没有念力？有，但我跟他分享这是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你这样拳头放在你的掌心，就算你不念任何的字，你在张开的时候也会变长。可是很多假的东西都会用这样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来骗你说啊如何如何。所以我强调，我还是相信有念力。我只是说有一些我们误以为的东西啊，可能就是像我这样的被人家招摇撞骗，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哈。那我们再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哈，就现在念力可以变怎么样？念力可以遥控家电哈，然后可以电视可以遥控，所以以前我们看电视现在不都有遥控器吗？几年后可能这是训了，我们要比念力啊。
所以这个时候要跟大家分享，平时打坐修行念力，培养自己的念力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客厅里面有5个人，你的念力最弱，你连看电视都会抢输别人啊。好，所以其实那个念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哈。那我们再来看几个真实的科技的研究哈，就现在可以用人脑开车，没有问题，这已经是很多很多的研究了哈，这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说到天方夜谭，我在1982年那时候我才12岁哈，我就看过一部电影叫《火狐狸》，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详细的内容我有点忘了，但大概就是说有一个人好像要去美国还是俄罗斯去偷一个很厉害的飞机，那个飞机就是可以用人脑的意念去操控，当时就觉得怎么可能啊？可是现在真的有研发出来了，就是用你的念力，用你的思想，你去可以操控飞机。好，所以这个都是已经研发出来的东西哦。那我曾经看过一个节目，还蛮有趣的，他就是请来很多是对岸的一个节目啦。那他就请来包括李昌钰博士，包括王力宏这些知名人物来参加哈。那他是做一个就是人脑可以控制老鼠的一个实验哈，一个游戏。就是我记得那个研发的人还有操作人叫黄立鹏。他就是装一个机器，可以扫描他的脑波。那扫描他的脑波的时候，比如说他会一直眨眼睛，一直眨眼睛，这样就像我这样一直眨眼睛，然后或者是不眨眼睛，他那个脑波不一样，他就会传达到那个老鼠身上装了一个控制仪器，然后那个老鼠控制仪器啊，就是说可能比如说啦，好，他眨眼，可能那个老鼠就会。本来要往右，他觉得不舒服就会往左等等之类的细节我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设了一个迷宫，比如说有5个走道，如果老鼠是走第1个走道、第2个走道、第4个走道、第5个走道，可能就会掉到水里面。唯有第3个走道才是正确的道路。然后我们就看那个节目当中，就看到那个人哈，发明者就在那边一直不断眨眼睛，就是看到老鼠，比如说他走到2号走道的时候已经走进去了，他就一直眨眼睛，就让那个老鼠可能觉得不舒服，然后就掉头，然后就走到正确的走道3号走道，然后再经过层层的关卡，然后到达终点。好，这个是一个我看了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节目哈。这个是人的意念透过科技的辅助可以控制老鼠。好，所以我刚才说的很多都是包括有真实的故事，好包括有科学的东西，都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意念。其实非常重要。好，现在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一个很深刻的观察哈，就是很多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发生，会有连锁效应。这怎么一回事呢？我先说我自己前阵子的事情好了。那就是感恩大家给我机会，我常常有很多的演讲或主持的因缘。那但是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演讲主题是如何主持或如何演讲，这是我的演讲题目之一。我大概有10几个演讲题目，这是我的演讲题目当中的2个。我好几年没有人邀约我讲这个哈，可是大概就1个月前，很巧，我有一天晚上，礼拜6的晚上，然后就是在桃园的静思堂，就是跟要主持岁末祝福的司仪分享如何主持。隔一天，在板桥的埔前联络处，是跟社区的事工分享如何演讲。我那时候就觉得非常讶异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讲这样的题目，没想到2天之内竟然有人刚好邀约我做这样的演讲。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天我在跟中山大同区的儿童营的父母分享哈，他们给我的时间是55分钟。你应该很少看到这种演讲时间是这种5分钟的，大概可能都30分、40分、50分、60分，对不对？就他们给我的时间是55分钟，然后下午我到台南静思堂演讲，他们给我的时间55分钟。好，就觉得很有趣，非常有趣哈。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12月2号的时候，我带邀约健保署长吕伯章去见上人，那署长那一天也非常欢喜，就是发愿加入我们的慈济仁医会。希望他在公务之余也能够参加我们的仁医会去帮助别人，因为吕署长他也是一位外科医师哈，那参与过了1000多例的肾脏移植的手术。
然后那天署长离开之后，我就继续留下来随师，然后就遇到后来来报告的那个我们前教育部长蒋伟宁。然后在之前呢，我就到佛光大学，因为我播的晨间新闻有个单元叫素食新语，那我就是去佛光大学访问了校长杨朝祥，还有他们素食系的老师学生啊，然后就是在我的素食新语单元播出。那杨朝祥呢也是教育部长，我印象中在这之前我没有遇过现任或前任的教育部长，可是既然在7天之内我遇到2位，就觉得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多事情真的非常有趣哈。我再举几个例，因为其实这个例子很多啦，我只能举几个例子哈。有一阵子我跟牙医特别有缘，那包括有一次我就是牙齿有问题，我去找一个我们的谢金龙医师啊，他的诊所去做根管治疗，大概就去了10多次，因为要不断的做治疗嘛。好，然后那一阵子我去金门义诊，那这金门义诊也很有趣，就是后来最后没有去成，那是以后有因缘再说了哈。然后邀约我的是牙医林俊杰牙医，然后那一阵子我还主持了我们有一位台北慈济院人文室郑祥元的弟弟郑祥元的婚礼，他是牙医，他太太魏凯莹也是牙医。就我主持他们的婚礼的时候，几乎大概不知道几桌我忘了，但上百人都是牙医。就是在那个很短的时间内，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跟牙医特别有缘。然后再说我家人的故事哈，有一天就是我岳母跟我的太太还有我大姨子都走痛运，比如说我大姨子打球扭到脚，我太太脚抽筋，我岳母骑车摔到脚伤，好，所以也很有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高铁站，就是我因为演讲主持的关系，我常常坐高铁哈，然后有一次之前都一直没有在很少在板桥车站进出过，可是有一次3天之内，我3次进出板桥车站，包括到云林、嘉义还有台南演讲。那再说一个高铁站的例子，我也因为演讲主持到了很多的高铁站，但在之前好几年我从来没有去过桃园的高铁站，可是那一次也不知道为什么，礼拜六、礼拜天和礼拜二4天之内，我竟然在桃园高铁站坐了3次高铁，包括大爱台节目3代之间的宣传会、彰化金丝堂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签名会，还有长治大爱园区的动土典礼，还有在中立分局演讲后到台南闽会护专演讲等等。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会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在短时间会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出现。我再举一些新闻的例子哈，因为我自己在播新闻，所以对新闻会比较敏感。我说一个日期，2014年的5月21号那一天，台湾出现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包括台北一天下雨202毫米，花莲发生了规模5.9的地震，高雄有10万户断水，就在报纸的同一个版面就出现了这3件事情。还有呢，台中体育大学的优等生失恋杀2个人，这还不是最大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郑捷杀人事件，也在那一天。就是那一天怎么会那么奇怪，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隔几天5月24号东吴大学的休学生也杀他学姐的父亲，也是大学生杀人事件哦。而且更巧的是，美国加州大学生也发生滥杀事件，7个人死亡，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都是大学生杀人或伤人事件。我们再来看一个游览车意外哈，2012年的5月7号，雪山隧道发生了火烧车意外，然后隔2天5月9号，花莲有一个游览车坠谷15伤，还好没有人死亡。然后再隔2天，宜兰游览车撞围墙，怎么会这样？5天之内发生了3起重大游览车事故。另外还有呢，包括空难，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会不断的发生。我们常说机温啊，飞机的机温啊。我举一个例子，马航过去的飞航记录其实非常好，可是各位应该都知道，马航前几年发生了2次重大事件，而且是在5个月之内发生2次。怎么会一个过去这么有好的传统的航空公司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另外包括地震，
可能也是这个国家地震那个国家地震就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那包括捷运跳轨事件甚至可能说可能1个小时之内或几个小时之内捷运发生了2起跳轨事件，或是公安意外，这是我自己在播新闻很感受得到。那我记得有一次是印尼火车发生了意外，结果呢日本的高铁新干线也出状况。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新干线其实记录是非常好非常安全的，可是就是在短时间内就好像一种磁场的感觉。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这接二连三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啦，我只是挑几个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有可能会再碰到第2件、第3件，很有可能如果我们不断开这个恶循环的话，那为什么说断开这个恶循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你今天要去参加一场活动，你穿得非常漂亮，穿着礼服可能刚洗完澡啦，打扮得非常好，刚 set 好一个很新的发型，一切都就绪了，哇，心里非常的高兴，就一出门就踩到狗的排泄物。很多人一定会第一个念头会说，哇，那也要衰，怎么那么倒霉，怎么会一出门就踩到狗的排泄物？可是我觉得转念就很重要。那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我不敢说以前我会这样，但我觉得在实际的学习，我现在会更容易转念。我可能会想说，哇，真好，今天可能本来会碰到不好的事情，还好我先踩到了这一堆狗的排泄物，化解了。我相信当我这样想之后，我可能真的能够化解接下来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念去断开那个不好的事情。好，这个就是你可以讲这样说自己真倒霉，你也可以想象说真好。当你想真倒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倒霉，这是自我应验。当你说真好的时候，你可能接下来就会碰到一连串的好事。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念头。所以我刚才说的很多都跟我们的心念有关。我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是开车，我要开车要把车挪出来的时候，如果后面有一台车在等，以前我的念头说，你很烦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赶快走啊？因为我也许可能要再整理一些车上的东西处理一些事情我没有那么快走，那后面有一个人在等，我就会有压力，那我就会有点不安的感觉，我甚至就觉得他很讨厌。好，可是后来我又转念说，我才刚要走，你就看到我的位置，你真好运我真替你高兴，祝福你。我同样的境界，我的念头不一样，结果我就变得很高兴，我不会厌烦，我反而替他高兴，我自己也高兴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很神奇的是什么？那一阵子我特别容易找到停车位，只因为我的念头一转，很多事情磁场就开始转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走在路上那就是可能计程车就看你走在路上，想说你是不是要招呼计程车，他会给你88。之前我也觉得说你很烦你这样就觉得听到那个喇叭声觉得不舒服嘛。可是后来我又转念，我说喇叭是祝我发我说谢谢你祝我发。而且我会想到说这个司机非常敬业，他可能为了他一家老小很敬业的出来开车，他是一个很敬业的人，他是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然后我就祝福他。所以你看，本来是一个困扰我的喇叭声，我的念头一转，我的心念一转之后，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我就改变了我的磁场，我的想法，我的心情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大一台的便当，中午的便当，我们会放在一个保丽龙盒子里面大概有5-6个因为我们最多的时候可能有400多人会吃便当。那你可以想想看，那个保丽龙保温那个便当盒大概6-7个然后一个一个叠着。如果有的时候你的便当放在最下面，你要一直移这移开，有时候难免会有厌烦心嘛。好，可是后来我有转念，我就是每一次拿起来的时候我就说祝福你，拿起来的时候我说祝福你。所以你想想看，当我拿到便当，假设我便当是在最底层，当我找到自己的便当的时候，我祝福了多少人，而不是在那边空过时日去浪费我的时间。那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我小孩就是之前读小学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会送他们上学，然后他们要到学校，我就会说祝福他说：“爸爸祝福你今天会很快乐，好，会学习得很好。”后来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小气啊？为什么只祝福我的儿子女儿？所以后来沿路上我只要看到他们学校的同学，我也不认识，我就祝福说：“我祝福你今天会很快乐。”后来觉得自己好小气哦，为什么心胸这么狭窄？为什么只祝福这一些我看得到的人呢？所以我就祝福他们全校的学生。然后过一阵子，我会想说，我的心怎么那么小？为什么只祝福这个学校呢？我就祝福全台湾所有的学生。后来觉得我的心还是好小，我怎么只祝福学生呢？我就祝福所有的台湾人。后来觉得自己心还是很小，我为什么只祝福台湾人？我就祝福全地球的人。所以各位，也许今天我们在空中第一次相会，但很早以前我就祝福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哈？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很小啊，我就再扩大到说，我把我的意念扩大到祝福这所有的宇宙3000大千世界哈。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我的境界可以用8个字形容？哪8个字？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有没有很难？我做得到，各位也做得到啊，只是观念的一个转变而已啊。好，所以就在那个当下，我的心就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那我觉得我就是用这样的祝福帮地球洒净。我觉得洒净不一定法师才能做，其实每一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祝福，用我们的发好愿，为这个地球，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认识的人去洒净。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喉咙痛，我第一个念头是抱怨。好，所以虽然我自己在参加慈济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好，但我觉得我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出现。但有一句话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好，所以我马上知道我这是一个不好的念头。所以有一次啊，我举我有一次的例子，我喉咙痛，我第一个念头是抱怨，老天爷你怎么这样对我啊？好，我就平常我不管演讲、主持、主播，都是在说好话你怎么让我喉咙痛？我第一个念头是抱怨哦。可后来我就转念，我非常喜欢上人慈济四神汤里面的善解，就是转念。同样事情你可以有不一样的思考，你有不一样的思考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然后我就转念，我说不对呀，你看我的工作是主播是要讲话，我去演讲。我去主持，我一年最多的话大概有140多场演讲主持，到现在大概1500、1600场演讲主持。我是一个用喉咙这么多的人，然后我说哇，感恩老天爷，你让我到现在才喉咙痛啊，我就非常感恩就一转念之后我就感恩本来是一个抱怨的心，转念善解之后就变得感恩油然而起。然后我后来就觉得我不只要感恩，非常感恩。然后我还要祝福，我祝福我自己，我不只感恩我自己，感恩老天爷，我也祝福自己，好祝福我的喉咙，希望都能够保持在最好的状态。然后我也祝福别人的喉咙，那我也接受别人的祝福。好，说到这个我又要岔开话题哈，就有些人说比如说你好漂亮，你好帅啊，很多人都说没啦，那有啦，没啦。后来我就觉得慢慢想，其实别人对你的祝福不管真假，都是人家送你的礼物。然后我就会说感恩啊，这是你谢谢你对我的祝福，我收下了，我也祝福你。好，所以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别人对你的祝福，为什么要去排斥呢？人家说你帅，说你好，你就接下，你也祝福别人帅，别人很好，那不是一个很善的循环吗？好，所以我觉得祝福自己，祝福别人，他也接受别人的祝福，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所以再来呢，我又发愿，发什么愿？我说发愿，我生生世世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喉咙，能够说好话，有好的声音，然后跟人家广结善缘。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都能够跟人家说好话。好，所以我发愿，最后我忏悔，我说我一定是可能有一些喉咙用的不好的地方哈，所以我也忏悔说自己可能没有把喉咙用得很好，然后造成喉咙有一些不是那么理想的状况，所以我也忏悔。所以我后来发现有一些很大的事情，经过这几个步骤，
结果都能化解。我再重复一下我说的哈，第一个就是转念，也就是善解，这是第一步骤，就是这件事情你可以想想看，是不是有别的可以思考的方向。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感恩，当你一转念，你找到这件事情好的一个思考点的时候，你就感恩。第三个祝福，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不要只祝福别人不祝福自己，也不要只祝福自己不祝福别人哦。我觉得那个祝福是可以扩大，其实祝福当下就是一种回向。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发愿。好，当然这个发什么愿，各位就可以自己来想，好，发好愿。然后最后一个忏悔。我发现这个像过滤器，有没有？我们像家里那个净水器不是有一道一道的过滤吗？我发现很多的烦恼，经过我自己想到的这些步骤，好，就是转念、善解，这是第一个，感恩，然后祝福、发愿、忏悔。我发现再大的烦恼，经过这样层层过滤之后就没了，或者是变成一个好的东西、好的发展。好，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那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看我们能不能转念，结果就很不一样哈。那我再说几个我在志工早会听过的故事哈。那就是台北慈济院的一个耳鼻喉科医师黄同春医师，记得赵有成院长在分享的时候提到他的故事，那他就说这个是好心有好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黄医师就是有一天清晨的时候挂急诊，就结石挂急诊，打了止痛药就是稍微舒服一点。可是他想，因为后来知道要开刀嘛，他想说开刀之前赶快去看一下他住院的病患。看完病患，他想说他清晨才不舒服，才挂急诊，他的门诊的病患不知道啊，他就不好意思，所以后来还是去门诊看了一整天的门诊，然后到了晚上还是有一点点痛。隔天要手术的时候，护士请他先去解尿，没想到结石就排出来了。好，所以这个医生如果当时做的决定不是去好心去照顾他的病患，结果会不会这样？不知道，也许会，也许不会。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有一个大林慈济院有一个叫偶金伯哈，很有趣、很草根的一位我们的志工哈。他有一次在志工早会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去碰到一个80多岁的阿公，旁边是一位出家师傅，那位出家师傅是他的女儿。那他的女儿就跟志工说，万一他的爸爸离开，可不可以助念？他说没问题啊。那需不需要现在我拿念佛机给你的爸爸听呢？那他的女儿就出家师父说不用，因为我找2位法师来看我的父亲哦。结果父亲说什么？各位猜猜看，他的父亲说什么？因为他父亲很爱赌博啊。他说哇，那刚好4个人抽一桌可以打麻将。好，甚至他可能在无意识当中有一些动作，可能就是在摸牌啊。好，可能就是在摸牌。所以可以知道那个习气的可怕，即使他的女儿是出家师父，都可能渡不了自己的父亲。好，所以我们说助念，往生帮往生者助念当然有用，但你们自己在还活着的时候帮自己助念，让自己有正念，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好，等到往生别人帮你助念，其实那时候你的业力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所以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能够用我们的正念去面对很多的事情，好，那个才是很重要。好，最后我说一个故事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演员，之前叫邱乃华，那当然现在是回归本名叫林乃华哈。那他以前啊，伊家己讲的哦，抽烟、喝酒、赌博、骂脏话，什么都来哈。他那时候接演了大台第一出戏剧《阿彩》，那时候对慈济也是不了解。照样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哈，到88水灾跟义联会去打扫，才慢慢接触慈济，慢慢改变自己的戒除掉了自己的恶习。可是他去找他的牌友，以前酒肉朋友去收会费募款，他的朋友说啊，来啉酒啦，啊是安怎来拍牌啦，是安怎吼，他都想拒绝，因为已经接触慈济了嘛。可是又不好意思不去，你又不能跟人家收到会费。收到那个功德款怎么办？他就跟菩萨发愿说：“菩萨，希望你能够让我越来越忙哦，这样我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也不好意思骗我的朋友啊。然后你让我越来越忙哈，然后我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合理的去拒绝我的牌友哈，我就不要去赌博做坏事情。”就不可思议哎，
就当他这样发愿的时候，就是各地的师兄师姐就开始邀约他，邀约越来越多，然后就是让他能够，就真的没有时间，他也没有欺骗，就真的没有时间，远离了牌友。那到现在是我们受证的志工那这是有一次我在台中，跟他同一场祈福会的活动演讲的时候，我们同桌，他跟我说的故事。所以这些都跟我们的心念有关那当然，其实我这个主题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今天是第1集，我想之后的话还有一些好愿怎么转好命的故事，再来跟大家分享。感恩各位好朋友的收看，我们再会。